大哥打开电源，哇，再一次，大哥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这个有压调整器的故障。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颗从台北来的 W126 300 SEL 的6缸非油盆的故障检测。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分油盘它的油压调整器，那它的故障情形是相当严重的这个从这张漏油相当可怕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首先我们知道，这油压调整器的主要功能是在维持这个分油盘的系统压力，因为油压调汽油从这里进分油盘，从这里流出分油盘。那它进来的压力呢，大概是9 kg/cm 平方，也就是说有6个轮胎的压力。那分油盘要使用的压力大概是5.6 kg/cm 平方，大概是4个轮胎压力。那这个压力的维持呢，就是由油压调整器来产生控制这个分油盘在大概在5.6 kg/cm 平方的压力使它在进行正常的运作。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个透气管就是像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全新的油压调整器的透气管它已经掉了。那这个透气管主要的功能呢是在因为作为透气使用，因为它这里面是有个活塞然后在汽油从这里进来，从这里流出去的时候呢，它这个活塞会推动打开这个阀门，让汽油从这边流回油箱。那因为它有活塞在里面运动，所以说它必须要有一个透气跟大气直接接通的透气管，否则的话，如果是密封，那这个活塞就不能运作，不能前后移动，就会使得这个压力不能够产生不能够维持住这个压力。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油压调整器等下大哥打开电源，也就是启动引擎的时候，这边会有大量的汽油流出来。大哥从来没看过有这么严重的油压调整器的故障。那一般的故障呢，就是大概是从这个管子因为透气管那里面的活塞磨损边缘磨损那可能会漏油或滴油，或者小小的滴油这个就该更换了，因为这没办法维修，而且这个相当贵这个全新的大哥很不容易才找到，这全新的一个要1万多块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是编号是001后三排是001，这是5.6 kg/cm 平方的规格。那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大哥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漏油，表示这活塞是卡住了，而且是漏油而且卡住了。OK， 大哥打开电源，哇，再一次，大哥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这个油压调整器的故障。它故障情况，大哥猜测应该是活塞卡住了而且活塞又漏油卡住了，才会这么样的严重。我们为了要整修这个分油盘等一下也要先做一个整修之前的测试，所以说必须要接上一个标准的油压调整器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测试跟整修。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6缸分油盘从台北来的 W126 300 SEL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
刚刚我们已经有看到哈，这颗油压调整器严重漏油啊，这是大哥从来没看过的这么严重的漏油啊，我们必须要换上一颗全新的哈，这个非常难找油压调整器，而且又非常贵，一颗要1万多块，但是没办法，我们已经碰到这种问题了，这笔钱非花不可啊。有这一颗喷油盘，有这个油压调整器，我们才能够做进一步的故障检测啊。我们大哥来打开电源，我们来看看这个喷油盘啊，这个油压调整器是不是会跟刚刚的大量漏油的情况一样？好，大哥打开电源，你看，好，这个透气管是不应该有任何油出来。有油出来就是代表活塞磨损，里面的活塞磨损了，一定要更换。好，再一次，哦，大哥打开电源之后是 OK 的。好了，这颗喷油盘的编号是32349，我们来进行第一次故障维修之前的故障检测。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1分钟全油门啊，就系统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系统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ml，这个棒子是175，应该在170ml下面一点点左右哈。这个是在大哥机台上面的数据。OK 啊，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这一次的测试，我们主要是要了解这颗喷油盘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所谓的系统出油量。它如果供油太少，就会造成稀薄燃烧、车子没力爬坡没力，尤其是爬坡的时候更明显。那可能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发动不好发动。那W126的车子到现在都已经有35年以上，就好像油箱污染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尤其是这颗喷油盘是主要的供油心脏，供油的高压供油给喷油嘴做喷射的心脏，就好像楼上水塔30多年的水塔。如果是空屋没有人住的话，那这个水塔好可以，好时间到哇！如果像空屋没有人住的话，那这个水塔就是相当脏，就好像油箱堵塞会更严重我们来看看画面上油右到左后面是1、2、3、4、5、6缸。第一缸就110，第二缸110，第三缸110，第四缸110，第五缸120，第六缸120，跟标准的170 ml 差了就差了50 ml 了，所以这个车子应该是会马力不足，也许这个状况应该是启动都很困难了。那无论如何，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故障检测。这颗编号32349，从台北来的 W126 300 SEL 的6缸喷油盘，大概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都在120左右，出油都很平均。这个是大油道堵塞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是1分钟全油门应该要在170 ml 左右，也就是说这根棒子在下面一点点。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
因为这个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绝对影响到我们车子在使用的时候的马力表现。稀薄燃烧，引擎会产生高温，供油不足。如果供油过多，会产生燃烧不完全，废气焰不够，又耗油。最好就是能够达到空燃比的14.7理论值。这个时候车子马力又大，那个油耗又低，这是我们要求的目标。这个就是在行进当中系统的供油量的作用。这主要它的要求就是要供油要符合完全燃烧的标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0，第三缸175，第四缸175，第五缸175，第六缸17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样看下来，误差应该在3%以内哈，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台北来的 W126 300SEL 的6缸飞油盘的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颗飞油盘的编号是32349。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0，第二缸180，第三缸175，第四缸180，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测试下来的误差是3%左右哈，成绩是相当优秀。经过这次我们走修过之后呢，这个喷油盘理论上应该要在使用20年，不应该再堵塞，因为这个整修好以后，车子会跟新车的马力一样哦。油门随传随到，车子好开，我们就会常常开。之后呢，就油箱也在正常的加汽油，然后使用汽油有循环，那个油箱就不容易污染，就不容易堵塞。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好，拜拜。OK， 大哥打开电源，哇，再一次。大哥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这个油压调整器的故障。